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案子啊。这场官司，你看表面，好像很简单，但你越往里头看，越觉得这简直是充满了矛盾，疑点重重。来，先看这个数字，946块新台币，这就是整个案子的核心。换算一下，差不多30块美金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我们叫他武兆先生好了。他最后被判重罪，而法院认定的全部犯罪所得就是这946块。好，要了解这个判决，我们得先来看看检方的战术手册。他们整场比赛的进攻策略基本上就建立在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关键的法律概念上。所以关键就在这里了，不确定故意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检方其实不是说武兆先生想要去犯罪，这比较像是你知道你开车看到前面是黄灯了，你心里想说，踩个油门应该冲得过去吧，结果砰，真的撞到人了。你不是故意要去撞人，对吧？但你明明预见的那个风险，却还是踩下油门，等于是默许或接受了可能发生的后果。这就是检方的主张。那法院这边呢，就像是裁判，他们看了看武兆先生的背景，说这个人是个经验丰富的生意人，还是大学毕业的，所以他们的判断基本上就是他是个老手了，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球场的游戏规则有多复杂，所以他肯定知道有风险。不过，先别急着下定论，我们来看看防守方的即时重播。辩护律师这边可以说是拿出了一系列全场紧逼式的证据，试图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。这张图就很清楚了，这就是本案最大的矛盾点。左边是法院对武兆先生脑子里在想什么的假设，右边是他为了防止诈骗，白纸黑字留下来的行动记录。你看，他要求交易伙伴 Arum 提供护照跟自拍照验证，他一再警告对方要确认客户身份跟资金来源，他还设下先付款后给币的严格规矩，这些都是很具体的防守动作。辩方就主张了，你看这些积极的风险控管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随便啦犯罪就犯罪的人会做的事，这反而更像一个想尽办法要预防犯罪发生的人，对吧？明知道每一场比赛都有几个关键球员，但在这个案子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好像在法院的分析报告里面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对，就是这个 Arum， 他才是那个发起交易把客户带进来的人，可以说他是这场比赛的控球后卫。那问题来了，我们的调查单位对他到底了解多少？武兆先生这边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，他们把阿仁的护照照片，还有他拿着护照的自拍照，全部都交给了检察官。这几乎等于是一次完美的助攻，直接把球送到篮下，只要检方跳起来灌篮就好。结果呢，一次关键的失误，球直接传出界了。检方从来没有去追查这个线索，导致整个案情里留下了一个超级大的黑洞。好了，那当裁判的判决有争议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当然是去翻开官方的规则手册嘛。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地方法院的判决跟我们最高法院的判例比起来，到底站不站得住脚。 OK， 各位观众，这里就是整场比赛最精彩的地方。你看这个表格，完全就是矛盾大对决。第一点，最高法院的规则很清楚，你要成立不确定故意，得同时证明被告知道风险，而且接受后果。但这个判决好像直接把知道有风险等同于接受犯罪发生，完全忽略了被告那些预防措施。再来，最高法院也说，当你采取了预防措施，比如要求看证件，这恰恰可以证明你不想要犯罪发生。但这个判决却说，你做的这些都只是表面功夫啦，不够。最后，最高法院也强调，你不能单纯因为一个人的学经历比较好，就认定他有犯罪意图。但这个判决却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他是个有经验的生意人，他应该要知道这个基础上。这3点可以说是跟最高法院的判例完全背道而驰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比分牌，这一切加总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？法院是怎么算出呢946块的呢？他们就是透过计算这5笔交易里面非常非常微小的加密货币数量差异，然后乘上汇率，最后得出了这个数字。
但等一下，裁判这边有问题，辩方提出了异议，他们拿出新的证据说，法院拿来计算利润的其中一笔钱，那笔3万块，根本就跟这个案子无关，是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诈骗案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有点像裁判把隔壁球场的比分也算到这场比赛来了，这是个很严重的失误啊。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场充满争议的比赛，罪名是帮助洗钱跟诈欺，这是重罪。犯罪所得是946块台币，法院的判决逻辑是基于被告的学经历推断出他有不确定故意，但这个逻辑却跟他留下的所有积极防诈的证据完全矛盾。然后那个最关键的球员 Arun 从头到尾没人去调查。我们今天不是来当法官去宣判谁有罪谁无罪，我们的工作是把整个案子的事实摊开来给各位看。但这确实留下了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：到底一个正常的商业风险跟犯罪之间的界限在哪里？以及当犯罪所得只有946块的时候，这样的惩罚真的符合比例原则吗？